昨天各位的所有饮食习惯，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都在细心的记录。一切都变成了我今天手里的这个报告，结合这个报告准备了几个标签。猜中就可以拿锤子一起来锤一锤它。哦 ，OK， 那炫哥，我先锤你。第3条直接写在你我身上。愿意，这么舒服，我能当所有的东西吗？你们就继续追吧。早餐250毫升冰美式，第2杯喝了800毫升，第3杯冰美式喝了200毫升，晚上1杯冰啤酒。哇哦！食肉达人，吃肉吃最多的小七哥吧？没有，我没有吃那么多肉。啊，我来吧。昨天中餐我真的震惊到，水煮牛肉、毛血旺、辣子，川菜3件套的那种标准搭配，没有一点绿叶，唯一的蔬菜是毛血旺里的豆芽。我27岁前是从来不吃蔬菜，汉堡里头的那一片叶子和那个番茄我也拿出来。这么夸张？打嗝的神谁？大哥，我随时可以表演一个。打嗝你就是真的是说来，哦，就像我的 freestyle 一样，有没有开玩笑？上午打嗝11次，然后下午打嗝3到4次。我心疼你的 PD 哦，一直待着，然后又来了，所以你就肚子里能感觉到一直有这个气。这也是一个想解决的问题。还好气不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甜品脑袋，哇，吹呀吹，谢谢。哇！昨天中午一开始觉得他吃的好健康，类似水煮的。过了一会儿一扭头，哎，一个新的甜品，再一扭头，哎，又换了个新的甜品，再一扭头，哎，水果来了，发现他嘴没停过。喝水困难户博远了吧？他不喝水。一整天是不是？对。喝了一口水，说这是我全天唯一一次摄入水。那他的喝水的量还是要保证的。大家不经意间体现的一些饮食的习惯，都是和今天的主题有关系。没精神、消化不好、脸色差，很多身体小毛病都跟脾胃有关。所有的焦点就放在脾胃问题上面。所以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做“如何才能守胃健康”。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胃痛、胃酸、慢性胃炎认准思达舒。上班了，阿姨，你怎么了？上班状态是拎了一袋铁来的吧？来吧。嗨，早上好。早上好。Hello， 老师好，王哥好。老师好。一个帅哥，就一个。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要面临新的考核。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带教导师，他是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肺病科领军人才，湖南省“14·5”中医药学科带头人，湖南省“13·5”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肺病科学科带头人尤白文老师。从医30多年以来，通过望闻问切、视诊合参，精准把握患者病情变化，懂经典、悟医道、勤临床、精医术。中医就是一辈子要终身学习的一门职业。欢迎尤白文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能够进入启方院的，这都是我们的优才生。今天我就暂时作为你们的导师，互相学习。通过老师刚才介绍和说话，有人猜出老师是哪里人吗？湖南人。藏不了一点。我在有期会议上去讲课，人家告诉我你就是湖南的，我说这个湖字都读不好，讲话就是这个口音有点太重了。是乡土。
你一到这里来看到这么多东西，大家就应该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吃。既然是吃，中医讲吃跟什么有关系？脾胃。脾胃。所以今天就是考核大家中医脾胃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脾胃病、消化道病也有很多亚健康状态，很多人疲劳啊，不想吃东西啊，睡不好啊。就有关数据统计的话，我们中国人5个人里面有1个人就有脾胃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医讲是什么？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我们这个如何从我们吃出健康？所以今天主题就是如何守卫我们的健康。那老师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呢？中医讲啊，望闻问切，第一个是望，一个人神气充不充足，一定是跟我们脾胃有关。肌肤、肌肉、五脏六腑，我们的五官都源于我们水谷精微，充养它才能体现出来。我看你应该可能还是肠胃有些问题啊。你一个你叫销售要挺起来，这体现出你的气不够。你的大便情况可能会不规律哦。对，不规律。就是我一来长沙就开始拉肚子，老师通过望诊就看出来我脾胃的问题、大便的问题，我觉得好厉害呀。你是维州的是吧？啊，对。所以他的眼睛和我们不一样。你要是情绪影响，肺腑胀吧？对，胀也痛。可能对这个考试比较上心哦。有的老师就只是看我们站在那里的状态，然后就很快的看出了阿姨的情绪问题。不愧是有经验的中医。老师气场很强大，他一下就看出来了阿姨对于考核有一点焦虑，超级佩服。你们感受过我们湖南的早餐没有？有吃过粉，这里就有粉。这些是我们盖在上面的，叫做码子。码子这边叫码子。还有我们的包子，有饺子、葱油饼、稀饭、牛奶、豆浆、甜酒。虫草哦，都是有中药在里面。这都是我们湖南最喜欢的早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规则就从吃开始，考核从早餐开始。等一下我们6个学员要根据我们这个早餐，从固护脾胃这一块，为我们的助力团定制最科学的、最符合我们中医特色的早餐。学徒们将全程和4位助力团成员1 v 1绑定，助力团选择了谁的早餐，就和谁完成绑定。但是因为今天的考核名额只有4个，那么就还剩下2个人就会轮空。哦，会轮空。我俩轮空有经验啊。但是待定也不意味着没有机会。待定的学徒可在考核中对其他学徒发起挑战，质疑其提出的餐食方案。若挑战成功，可当下取代他的位置，获得该轮考核资格。该轮。在上午看诊以及晚餐的2轮考核中，待定学徒各有1次发起挑战的机会。黄哥，那如果被挑战成功了，那挑战下去的学徒还能再发起挑战吗？每轮被挑战下去的学徒不能再发起挑战，只能等待下一轮考核，请慎重选择。未雨绸缪了，已经开始。哎呀，哦天哪！天哪，已经站不住了。昨天还是合家欢呢。这次考核很难，完全没想到。担心自己轮空了以后，可能又会被淘汰了。只能挑战1次，压力很大。太有趣了，哇！开始搭配吧。这个是蛋汤，这个是豆浆，是吗？其实我现在锁定好了，我想吃什么。这好香啊！就是健康的配合。
这湖南人怎么能不吃虎呢？你不放麻油啊？我放啦。这些麻油是我一个人的量。这不是麻油啊，这不是吗？你试一试。麻油，这是麻油。真是你闻。哦，这是放了湖南的山胡椒的油，那就是麻油。山胡椒。东北叫麻油。对，东北的麻油。麻油是芝麻做的吗？不是，就是吃起来嘴麻麻的叫麻油。这是麻油。真的会麻嘴。哦。呀，你好啊。呀，咱俩又一块儿了。搭配完了之后，你们要写搭配的原因或者留一句话，然后在背面是你的名字。展示一下脾胃得到改善的小九手。我手比昨天就是没那么黄了，一会儿是不是手化了妆啊？涂了颜色。来，今天继续调整。噔噔噔噔，欢迎哥哥们回到滚烫中医馆。滚烫中医馆。哇，闻着味儿就来了。这么健康的吗？服务员，你好，先生，你好，大家好。走，是这样的，在你们的面前有6份精致的早餐，是我们6位学徒根据几位的身体情况搭配出来的。哈，在这些早餐的前面各有一张卡片，是他写给你们的话。当你们挑选了一份早餐之后，把这个卡片拿起来，视为绑定成功，因为今天也是1为1考核。好了，可以挑选了。好，去吧，4位。这肯定不是我的。高钾饮品代替咖啡，消水肿，不伤胃。这个指向性好明显，负担就差写名字了。对啊。好，我认领了。好，是李眼镜给我准备的早餐。我的针对性患者其实是炫哥，我对炫哥的身体状况是最为了解的，因为昨天给炫哥进行了诊疗，肺确实是不太好。您肠胃现在正在不舒服吗？我觉得我肠胃挺好的，但是很多人就会说我胃不好。我昨天关注到程炫哥他有喝咖啡的需求，但是黑咖啡其实挺伤胃的，所以我用的豆浆它是高钾的，它可以代替咖啡，消水肿不伤胃。然后选了个鸡蛋，鸡蛋的蛋白它是入肺的，然后色黄是入脾的，加上鸡蛋又可以养心血。因为水煮蛋它其实没什么味道，炫哥他能吃辣，我放了一个辣椒酱的调料，还搭配了一些湖南粉上会放的码子，是一个比较全面，可以提供能量，但是没有负担，然后又满足了他喜欢吃辣的一个口味。感觉他知道我的口味了。通过今天的早饭，我对李眼睛是产生了多一步的信任，他是用心的为我而选的，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这个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希望这碗粉能修护你的脾胃，同时又可以唤起你记忆里的风味。我的记忆里倒是有粉，贵州吃粉。我是这个王玉，我老乡。哇，木姜子油，这是山胡椒油。哇，我准备了一碗米粉。加了一点木姜子油。昨天跟博远哥有过沟通，吃不下，容易胀是吧？对。这段时间你那个工作很忙吗？忙。我给博远哥诊断是气郁，然后呢症型呢是肝郁脾虚。酸汤鱼呢，它非常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木姜子油。啊，我很爱。他比较喜欢木姜子油，然后木姜子呢，它又能温中行气、止痛、燥湿。因为木姜子油还是比较燥烈嘛，所以我就准备了豆浆，它能够养阴，比较的均衡。用木姜子油来调和，我觉得能够感受到大家同样作为贵州游子啊，在外在这一方面有共鸣。五谷为养，小米粥养胃。我选择赵乐怡准备的小米粥。小米粥我从小吃到大，感觉比较亲切，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份。那我选了一个小米粥，主要是我们固护中焦脾胃、清热滋阴的一个效果。在包子这块儿，我选了一个咸的，一个甜的。
吃点咸的，吃点甜的，它不腻。另外呢，虫草花也入肺，它也可以去滋养我们的肺部。然后也会想要吃一点辣的，那我就拿了一点点辣的这个牛肉。我是采取一个广撒网多捞鱼的这么一个战略。哇，这个很贴心哎，上面还写了拼音。拼音是给你的，请坐。我想吃甜的。他把生的花生放给我了。这个真的很贴心。因为我昨天不是说气血不通、气血不足吗？谢谢王涵。想选的是小九，前一天我就对他的基本信息有很充足的了解。因为腹胀的感觉吗？偶尔就感觉气儿多。大便会粘马桶吗？会有，会有。总结来说，我给他诊断是肝郁脾虚。我想问一下小九的饮食习惯。爱吃甜品，我爱吃口味重的咸甜，但是我平时吃的都是沙拉或者比较清淡的东西。主食是我特意给小九选的是甜的，可以平复心情、疏肝理气。因为我知道小九平常饮食比较清淡，我觉得他应该不太能吃辣，所以我是以米粉为主。他那个浇头，我其实选了一个微辣微咸的微盐，其实它可以入肾的同时，可以引动命门之火。我觉得很用心呢，他给我准备的早餐特别符合我的胃口，而且那个粉呢特别的开胃，然后鸡蛋我平时也会配，一切都刚刚好。这2份咱们俩选吧，当然，好不好？当然。干净饮食我去那边，因为我最喜欢喝醪糟。那我吃的更湖南一些。食不言，寝不语。今天安安静静吃饭。食不言，寝不语。等一下，我好难受哦。那这麦摘了吧？你早说我装卸了呗。咱们差不多了，咱们就准备去带诊阁了。好 ，OK。吃完早餐啊，打起精神。来了。来了。大家好。大家不好。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好？大家紧张。大家有点慌。那么我现在来公布一下啊。首先，博远，恭喜王玉。双向奔赴了。谢谢博远哥，双向奔赴。我当时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用了他一些比较喜欢吃的。博远哥果然懂我。那炫哥选择的是李延静。哇，你们俩真的好厉害啊！我松了一大口气，就是突然感觉大石头落地了。好歹说，没有被淘汰。那小九选择的是王涵。其实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就是小九真的选了我。Fizi 小罗选择的是赵乐怡。谢谢 Fizi， 谢谢。在知道被选择的时候，长松一口气。所以我们白松岩和阿一就是本轮的超级选择者。你们完蛋了啊！我们这样就可以。不要看我们。直接打住。
让我们有请王金贵老师。欢迎王老师。大家好。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中国中医药领军人才，岐黄学者，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我们的王金贵老师。昨天王老师一直陪着学徒，我说今天不行了，今天下午得陪我们坐在这里，为我们答疑解惑啊。好的，那既然王老师来了，各位已经做好了就诊的准备，那在这里正式欢迎各位来到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中医记》，欢迎大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昨天其实都想说和您多聊会儿，没逮到这个机会啊。今天你今天有机会了，你今天走不了了。您昨天不是说了呀，小九那个手很黄是脾虚吗？对，昨天揉完这个肚子，调理完了之后，今天早上起来很明显的红起来了，颜色就有变化。它真的没那么黄了，太神奇了，这么快啊！哎，我怀疑是不是涂了点黄的颜色？那不可能。我们老一辈的人经常会说，早上要吃好，对，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个在中医的角度认不认可这样的方法，还是说有更精准的一个说法？是有时民间的一些总结啊，来源于生活，啊，它有一定的道理。这12个时辰实际就是生物节律的体现。早上起来这个时辰的时候，是胃又活跃，它又能装上，所以它工作肯定精力很好。到了中午的时候，也是心阳嘛，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阳气越足，消化功能越强。中午一过，人体的阴气开始要大于阳气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辰的时候，肾主收啊，闭藏啊，收敛的时候，我们吃的食物过多，阴气又旺，不好消化。没想到这么一句话背后，其实像您刚刚解释的这么系统的一套理论。但今天呢，我们就是想把中医老师们这些经典的智慧，通过各位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伴随着一些探讨，然后一起来告诉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聚焦一下各位的脾胃状态了。太好了！但今天更加细致的解决。今天早餐的时候，我们和各位学徒呢已经完成了一个匹配，但因为我们只有4位助理团成员，所以另外2位学徒呢现在成为了待定学徒。所以他们中间的确竞争非常的激烈、强烈、奇袭。没有想到在中医的赛场上面如此之激烈。接下来的考核内容，要把这4位哥哥从整个我们中医的，特别是要对他们的脾胃的健康来展开一个我们的综合评估，然后我们健康的指导要从饮食上给出具体的建议。饮食建议从哪里来呢？怎么来表示呢？就从我们吃饭，并从口入，如何做好这1日3餐。我们就从上午你看了他们之后，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要革去他今天中午吃什么。常言说得好，民以食为天。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比中国人更懂粮食的重要性。我们时刻都在讲说我们要珍惜粮食，要吃好，要吃饱。我也非常期待大家午餐的膳食方案。我们现在就开始看诊吧，老师。好，谁想第一个来？直接举手。按理说这种情况肯定是我第一个，但是我轮空了。你最好是。谁第一个？按照惯例，我第一个来。好，按照惯例。可以，就是严静。 See you later。好，严静，你等你坐着。对。严静很厉害啊，能够当下第一个来开始看诊这个重任，他也开启了今天的考核。和严静绑定的程炫哥就要第一个，刚刚已经很激动了，已经要上去看了。这次看诊，今天主要的诉求是什么？主诉。说实话，这一次的话题是围绕着这个肠胃这个主题嘛。对，我一直觉得我的肠胃是没有太大的毛病。我是对于食物的接受度，我觉得是蛮广的。我本来是从吃西餐到亚洲类的餐，到我第一次去吃火锅的时候，去感觉哇，我接受不了。但是到现在，我其实非常接受。川菜3连，疯狂能吃，而且我都比好多的中国人都能吃辣。哇哦！发现了。另外一个是我爱喝冰的，
是不是我从小就喝冰的，是会对于我的胃造成一种耐力，所以我现在是 OK 的。就已经习惯了是吗？对，因为像我丈母娘，她喝冰，她没办法喝冰的。比如我们去国外旅游的话，她没有热水，她都给你冰水。我觉得这样，王老师在楼下和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程炫哥呢就上楼可以边看诊边和他来展开这个话题聊一聊。好，来，谢谢程炫哥前往我们的人心诊间，一会儿见，一会儿见。程炫哥真的很喜欢思考，而且他很敢在身上做实验，他训练他的内脏，你懂我感觉吗？对。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专业良心，买药认准修正。轩哥，请进。这个老师好，哎 ，hello。感谢你的早饭。谢谢炫哥选到了我。我很久没有吃早饭，但是你准备的早饭特别合我的口味。谢谢哥，谢谢哥。你是不是蘸了我给你的辣酱？对，有辣椒，还有我就是考虑到你吃了。对，而且你准备的量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不爱吃那么多。因为昨天你说你早上就是一个面包一个。对，很好，量也是很细心。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找问题看诊。这是程炫昨天的饮食报告。开始。炫哥，请您坐过来一点。哎，好，谢谢。你最近是不是刚感冒过，或者说肺炎？差不多有2周前。2周前。我没有去医院，所以我没确定过他是不是肺炎，但是开始有咳嗽的症状。我在家里雾化了一下。好，你的脉现在是有这个感觉。你吃完东西会觉得胃不舒服吗？我很少。很少。很少，我都觉得我消化系统太好了，就吃什么都不太影响。好，来那个手先吧。生活系统太好。来，我问一下，您是先喝饮品还是先吃东西？吃饭的时候？我是一边吃一边喝，可能我老婆也说这个不好，她是觉得你吃东西的时候不能有液体进来。您昨天晚上有喝酒吗？说实话，哥。对啊。但不多，就一杯 Fizzy 的啤酒。对，脉也不是很明显。那这个啤酒您是经常喝？很少，就是刚好有朋友在喝，你在喝吗 ？OK。就平常不太。我平时在家是从来不喝酒的。来，炫哥，我看一下您的舌头。好 ，OK。看一下您的手，炫哥。哎。你有过那个割阑尾对吗？很小以前。好，然后我现在问一下您，您昨天这个是几点钟？早餐？这个是什么？你可以帮我念。昨天250毫升冰美式，1个鸡蛋吞拿。昨天就是一来之前就吃了。那您平常的话，饮食会迁就戚薇姐跟小孩，还是就是您有自己的爱好？就家里有什么吃，家里有什么吃什么。所以我看您现在的口味已经完全变成了，就是四川喜辣。您是喜欢喝冰的，对吗？对，他可太喜欢喝冰的了。那如果说假设我给您的建议是，就是让您不吃冰，您会不会受不了？我现在有点考虑，因为我昨天和今天就是一直说，其实不用喝到那么烫，只要是稍微常温的，反而这个是可以帮很大的忙。所以我现在是有点开放对于这个就没有那么抗拒。您是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东西？对，太淡的吃的不是很喜欢，因为不好吃。因为不好吃。对，你看他的问诊很细，但针对性还是很不错的。对从这个蛛丝马迹中提取真实的信息，因为他毕竟对于更多的患者，他不是学医的，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炫哥也可以。好，老师，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对于程炫哥症情的分析。
首先我认为他是肝木克脾土，因为他昨天说他脾气比较急躁。我给他的生活建议就是说，因为我是尊重程炫哥的生活习惯的，因为我们要改变生活习惯没有那么容易，我是尽量配合他的生活习惯，我做出的调整。首先第一个，冰美式跟柠檬茶什么的，我刚刚跟您说了，您不抗拒就可以换成代茶饮，就是一个叫炒决明子。因为干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睛，包括我昨天观察程炫哥，他的眼睛是有一点点黄的。炒决明子是可以明目通便，然后蜂蜜也是可以通便，而且蜂蜜它带一点淡淡的甜味，蜂蜜又能补中，然后又能润燥。炒决明子加蜂蜜可以就是泡水，也不一定要煮开，就是泡就行了，很方便。第二个是程炫哥的主食。可以换成山药红枣馒头，然后菜就是炫哥吃的水煮牛肉跟辣子鸡。因为馒头它主要的是小麦，然后小麦是归心脾肾经的，可以养心益肾，然后还可以除热止渴，就是干预也会带一点点热，然后还可以固护胃气。就是山药这个看程炫哥，比如说对山药过不过敏，因为有的人山药过敏。不过敏。那我为什么给了水煮牛肉跟辣子鸡这2个菜？因为首先它这2个菜是很符合炫哥的口味的，就是因为我们只是给炫哥他的生活建议，而不是要强行去改变他的习惯跟生活。牛肉跟鸡在我看来是肉类里面它最好去补心血的东西，因为炫哥他也是比较疲劳，然后我们一疲劳容易耗伤我们的心血。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程炫哥，您先吃主食，就是先吃馒头，因为让胃里有东西。您吃辣的，它不会直接接触我们的胃黏膜，它不会刺激肠胃，就是减少它的刺激。但是您又可以吃您想吃的，就是把顺序换一下。你看他这个建议也非常好，啊，吃饭的顺序，对，顺序给应诊者一个正确的指导，然后尽量减少在吃东西的时候喝。就是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你就喝2口。生活方面就是，他的作息已经形成一个很稳定的。然后我的建议到此结束。李延金他的问诊的方式是有一种温暖的一种感觉，他是有一种围绕着我的生活方式，是慢慢让我改。你这种方式，这个，你也应该知道是不好。作为一个患者的一个角度，我觉得我愿意尝试一下。刚才我们李延金已经给出了他自己的方案，请问有人要挑战他吗？没必要，没必要。手下留情，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感谢不杀之恩，谢谢。好，你一命。好，感谢。好的，那我们考核学徒看诊结束。听到了严静的汇报之后，我意识到了我对于程炫哥的方案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所以我放弃了对于严静的挑战。所以这一轮当中没有那个待定学员发起挑战，没有，说明严静表现的还是让他们觉得有点找不到缝隙，能够还是非常完整的。对的，很厉害。整体的我看严静，整个还是基础非常扎实。谢谢老师。而且你特别注意了个性化的处理，因为程炫他是在欧美成长起来的。所以你的调整也做得非常好，特别你讲的这个蜂蜜决明子茶，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我能不能申请？我也要一杯，我也很可以，我做的时候多做几杯。这决明子它一个它可以下火，可以通便的。是的。你的舌苔是红的，所以从你的来讲，你虽然是吃冰的，但是它有热在里，对，它有热在里，干预。你讲的干预脾数是对的。我有几个想疑问的问题，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的肠胃其实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大的问题，是不是我因为是在国外长大的，所以我接触的食物可能极端性比较大，是不是中国的胃或者外国的胃会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是我自己养成过来的，是不是他从小就遇到过这么极端的，他的接受力会比较好呢？我们说欧美人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亚洲人的生活习惯它不一样。是的，欧美的吃生冷，它讲究的是一个营养的不破坏，是不是？中国的饮食大部分
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肉食为辅的，是不是？这种生活习惯，所以我们说没有什么外国味和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它就是一个习惯问题，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因人因时因地。你在这个地方你习惯来了，它就没有关系，就没有问题。脾胃也分国际嘛，基于饮食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有的山区啊，有的在平原，有的在低洼处，也是习惯变了。对啊，所以他用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东北人为什么爱吃酸菜啊？白肉炖白菜，一个是什么？温热啊，酸收敛，把阳气收敛温住。东北冷嘛，啊，所以当地的某一种美食，一定跟当地的气候温度有一定的关联性。轩哥，所以从来没有因为吃的上面就是跟家人有过分歧吗？很少，可能是对于不是我吃，但是我有了小朋友以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分歧最多的时候，因为我丈母娘是觉得孩子不能喝冰的，我是喝冰牛奶长大的，就是把牛奶加热对我来说很奇怪，我实在是觉得那个味道很怪怪的，奇怪，然后我就说。那可以喝冰的嘛？然后我丈母娘是觉得喝冰的不可以。然后我这个时候有过一个讨论，然后我是觉得我现在是不是能喝冰的，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接受过冰的。陈炫，你这种方式你是从小孩子将来的适应性的问题来考虑这个事情，是的，是不是？对的。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小孩子更不适合吃冰。中医讲小孩子就是行气未充，至阴至阳。这个时候他是为什么小孩子他又容易病又容易好？是不是？他来得快去得快，他就是这么一个来的。所以中医一定讲究他这个度，就是一个中和的一个状态才是我们说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个人不太建议去吃太多量的，当然偶尔吃一点点也是没问题。特别是小孩子有些人吃了他容易拉肚子，由于吃了喉咙痛，我们叫做心寒，饮冷伤肺，就是这么来的。是可以看着来，但是如果觉得这个理念，因为因人而异，如果他能接受度，可以慢慢来；如果他不接受，那就确定的知道这个不适合他。也看他的身体状态能不能够适合。是。然后像程炫哥刚刚也说了，他是完全能适应全程喝冰水，但是感觉咱们很多朋友面对这个冰水都手足无措。但是你说平时要是喝了冰水，吃了点冷饮，然后有腹痛、腹胀的情况，我们能做哪些方法让身体能够更快的适应一下，别那么难受？我们都知道三里啊，足三里。三里对于我们这个腹胀、腹痛有很好的作用，也很好找啊。我们先找到这个外膝眼，是吧？膝关节底下我们能猫到一个，对，小罗猫得很对，然后呢，你把这个四指并拢，啊，这是3寸，然后你猫到你的胫骨脊外1寸，你是不是摁着非常酸胀啊？哇，很痛。腹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强烈的按它，对自己狠一点。你摁它的有多疼，它的疼痛就消失有多少。对我们的急性腹痛啊，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啊，这个你看这个现在的小罗这个敲法也是很好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保健穴。这里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行，那炫哥这边还有其他问题吗？其他的，我老婆想问一个问题，她的手脚常常冰凉，有什么比较好方法让她的手脚不会那么冰凉？手脚冰凉也有很多原因，你可以说一说。因为我对戚薇姐不了解，我只是从电视上看她，就是可能脾气相对火爆一点。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她的火在这儿，然后本来我们的阳气是要去手脚，要温暖手跟脚，但是她郁结在这里，她走不开了，就堵车了，她这就凉了，就过不去了，所以可以适当的解郁，然后稍微的降一点点火，同时给她可以泡脚。好的。那平常有什么代茶饮可以给他推荐一下？潮菌名字和蜂蜜呗。对了，大家一起喝。
可以换点花茶，因为花就对是花类，它可以把气更好的让它走，就是通。菊花是往上面走的哦。然后玫瑰花，对，他应该很喜欢喝玫瑰花之类的东西。奶茶，他天天喝奶茶。怪不得。我们用花茶去女人发，对，花以茶花养花很好，很好。哎，好，感谢。谢谢薛哥，感谢，谢谢你的细心啊！今天你的早饭真的吃得很，谢谢薛哥，真的你喜欢太好了。很久没吃过早饭，谢谢。好，再见，一会儿见。但我给他发消息了，我说你时刻在惦记着一家子的健康，不光在问，又问孩子，然后又问他的全部问题。难得有这么厉害的老师，这机会。在楼上看人怎么样？我们感觉眼睛很细心啊，一直很细致在问。我的体验感是很舒服，他已经知道我的整个过往的历史，所以而且他也说我不用改其他的，我爱吃辣，我爱干嘛都可以。就是不要跟飞机喝酒就好了。好细致，好细致。对。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患者，我是会非常愿意跟这样的医生来去找，所以我这次的体验感非常好。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飞 Z 前往人心诊间看诊。嗨，欢迎飞 Z。Hello， 老师好。哟，请坐。对半了。那就乐怡现在开始。那个咱们脾胃自己感觉最不舒服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吃了很多，然后吃完可能会积食，会打嗝。就主要就是会打嗝这个问题是吧？就是胃口挺大的，但是又不会留在我身体里。大便情况不太好是吗？对，大便就是它很多时候就不成形。不知道是不是消化不良之类的。自己感觉自己消化能力就是偏差，就是我就是每次饿的时候就特别想吃，甚至饿的时候有点生气，然后就是，但是吃完就过一会儿就撑住。哎，我饿了也会生气。然后平时会有水肿的情况出现吗？脸部吗？就哪里都可以。我不知道水肿是啥样，就是因为我太瘦，所以不知道水肿是什么感觉。理解。然后我看咱们比较喜欢喝酸奶，早上也有酸奶，中午也有酸奶。因为就是积食想消化一下，所以就喝点酸奶。然后咱们有吃完饭之后会觉得疲惫啊、乏力这种情况出现吗？有。咱们近期有体重的变化吗？一直差不多是这个体重。好，咱们饮食有没有什么偏好？因为我了解到咱们是上海人。我就不爱吃甜的。好。然后爱吃主食，爱吃肉，不喜欢吃油的。不喜欢吃辣的。我问完了。好，那乐意这边是不是可以了？可以了。好，来。它是主要的主诉呢，就是它经常会出现这个打嗝的这个情况，然后所以我给它的这个当下诊断是恶逆，然后并且它的这个很多原因是由于它的情绪导致的，所以我认为它是肝胃不和，然后导致了一个胃强脾弱的一个情况出现。可以这样想象，就是我们的胃就是一个盛纳食物的锅子，然后我们的脾就是底下的火。锅子我们是空的，我们就很想往里面放东西，但是我们煮不熟它。煮不熟它之后，那就会出现这个东西积在这块儿，气也积在这块儿，它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出路，那往上走，因为它往下降不去，它就会往上走。此外呢，咱们的大便也是多不成形的，吃完饭之后也会有一个乏力的情况，这其实都是提示我们会有一些脾虚，包括它咽干，喝了罗汉果茶但仍然不缓解的情况。舌干是有裂痕的，这其实也是提示阴虚，我们要滋阴。然后那针对它整体的一个情况，并且结合这个中医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么一个想法，因为现在是属于秋令，秋天所主的就是肺郁收，我们要少食辛，主要就要去润它，不要过分的去发散它。Fizi 它其实是会抽烟，然后还有喝酒的。在我的理解认为呢，抽烟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社交属性，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拿一些，比如说，牛肉干，或者是我们拿一些非常硬的这种谷物棒，我们来替代一下，就是以前见面分一根烟，现在见面分一根谷物棒，或者这种来想办法来进行一个替代。
然后此外呢，针对他的这个情绪问题的话，我有一个开心解郁茶，你可以尝试去喝一下，有远志、洛神、菊花、茯苓、白术、桔梗，去我们固护我们中焦，还有去固护我们这个嗓子的问题。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们日常饮水，因为我们有喝酒的习惯，那葛花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酒的一个药物，然后包括葛花、陈皮和米汤，这3个在一起可以去替代一部分我们平时的日常饮水。就是对于中午的这个想法的话，也是想优先来补脾。那么脾的话，牛肉其实是入脾的，鸡肉呢它是归为脾经的，所以想从这2个方向来入手它的蛋白质。一个是笋炒牛肉，因为笋的话是归胃经和大肠经的，它可以有一个就是清热化痰的一个作用，也是帮助它嗓子有一个改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皮去骨的鸡腿肉，为什么去皮？就是把过多的油脂给它去掉，还有一个蔬菜，就是进行一个配比，蔬菜就是炒番薯叶，然后那个番薯叶的话，它其实也比较符合现在这个时令，就是夏到初秋，这是一个刚好吃番薯叶的一个时间，然后它也是发微苦的，脾苦湿，然后即使苦以泻之嘛，来用这个天然的时令来去替代。然后此外还有一个下午茶是烤梨、百合、莲子、银耳，然后不加糖来进行一个选择。主食是那个糙米饭。谢谢，感觉比昨天更加易懂。我觉得那个鸡腿肉很好，我其实也挺喜欢苦的东西的。糙米饭我也挺喜欢的，对，算是符合饮食喜好的。好，那么我们这边赵乐怡已经给出了她的午餐方案了，有人想挑战她吗？好的，没有人挑战哈。好，对，没有被七夕。赵乐怡师姐对于病因的描述很形象生动，方案很全面，我觉得非常好。乐怡给出的方案很全面、很综合，而且还考虑到了季节的因素，所以我决定静观其变，看一看其他人的方案再做决定。他的问诊比较好，问得比较全面，你特别提出季节养生，值得吧？看他一看病，我觉得这个小赵他能够接触到很多有意义的病人，所以他的问诊就是有的放矢。他问得非常全面，但是他也是围绕这个人的主要的问题，非常非常好。你有个是讲的是陈皮吧？我讲了陈皮，它可以去运化这些水湿。他这个人还是有湿气在里面的，大便溏泻。你讲的脾强胃弱，他还是有脾气不运。他说他吃面食容易打嗝，稻芽小米食，麦芽小面食，山楂小肉食。我们的茶饮里面搁一点点麦芽也是可以的。你这个，你昨天我看你的饮食这一块，15分钟内吃了这么多东西，苦苦吃啊，可能很快，就是吃的多，排的多。对。我们中讲究细嚼慢咽。因为我吃饭快，是因为我干啥都比较快，就是没耐心。所以性格是要慢慢的修养的，太急躁了是不好的。情绪致消化系统病，生气的时候打嗝很多啊。刚才我们乐怡讲的，你气往上面冒，不往下面走啊。六腑以通为用啊，所以你从事打嗝，所以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也不一定说，哎呀，你这个打嗝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它不一定。好，谢谢老师，谢谢赵大夫，谢谢老师。来，刚刚感觉聊的挺多呀，但是这个打嗝的问题的确是和之前想的这个消化系统还是有关联的。是的，是的。中医讲你属于胃强脾弱，胃主降。什么降？气往下走，胃气往下走，降下来的。降下来了。脾气往上走，脾气不往上走，营养物质怎么会到肺输布到全身啊？你这俩乱了，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你打嗝是胃气往上走，它应该往下走。我教你一个方法，你试一试。好，我们人体的腹部实际有经络，经络，你看我们人体正中线旁开2寸，同身寸，拇指的宽窄的2寸，两个拇指，它是什么？
它是胃经，交叉，掌根正好2寸的位置，胃经上嘛。对，让胃经往下走，看到吗？往下走，移动，不要摩擦，在你滚动的过程中往下移动，到腹股沟。好神奇！脾经在哪呢？也很好找，2倍的宽度，旁开4寸，4个手指的宽度。这个得往上走吗？这个对了，往上走，往上走，要超过肋骨吗？往上走，超过肋骨还得往上走，到我们哪？到我们乳头这。OK， 我们如果不熟练，捋也行，做个6、7次。把这个先进的科学方法带回滚烫宿舍去。所以你一个是消食的东西多吃，健脾的东西多吃，你再把这个脾升胃降的这个脏腑推拿的方法学会，对你肯定有改变。好的，谢谢老师。那请问我们下一位，下一位，你要我，你去我还是我去？我去。好的，那么第3位就是王涵。那请问你负责的是？我负责小九。小九，好，下一位是小九。我也是。小九，你的主要诉求是什么？肯定是血齿，然后还有脾胃虚这个方面。那么就请小九前往仁心诊间看诊。来啦！辛苦了，久等了。小帅哥。哎呀，没有。小九昨天的饮食报告。来，先把麦给我，好。问一下最近食欲怎么样啊？食欲还算正常的。平常都吃些什么比较多？可能肉类和蔬菜比较多，经常吃生三文鱼。会不会有腹胀啊？就是感觉不消化。会有。那肚子会不会感觉凉，或者是？会容易凉。会感觉肚子凉。对。会有水肿吗？早上的时候会有，特别无底的。好。对，无底水肿。会有打嗝、反酸这种现象吗？打嗝和反酸倒没有，但是感觉就是排就多一点。好，会有乏力的感觉吗？不太有乏力的情况，可能阳气太多。情绪呢？最近压力大不大呀？压力大不大？但脾气感觉最近格外的大，有点急躁，有点急躁。压力大，脾气格外，压力不大不是大，但脾气额外大。我看你又喝黑咖啡，又喝橙汁，然后你还喝水，所以你有口干的感觉吗？会有一些，我的舌头和嘴唇我看看舌头。好，抬起来。好。你是很少盐吗？平常？我平常会控盐，就一碰早上必肿的那种。那如果我把甜的给你，就是减一减，你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就是我会给你弄甜的东西，但是不会是像这种提拉米苏这种东西，你能接受吗？可以接受。可以，我会给你配一点甜的。哇，因为中医里有很多就是甜味的东西可以作为代替。对。哇。像我的话，我就有时候嘴馋。就是有的时候又会突然特别想吃，累的时候一定是甜的，对，包括因为我看到网上有人说，不同的情况下你去吃辣的东西，生气的时候吃酸的对，生气的时候吃酸的东西，然后能缓解。五味入味皆有所喜，5大系统，它跟你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性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多吃这种不同的口味来抑制我们的心情。这个人老悲观，甜的东西。吃完以后都分泌多巴胺，现在这个现代医学分析出来了，多巴胺的分泌，所以人就高兴啊，太兴奋了，太过喜了，容易出问题啊。吃点苦瓜、苦性的东西，薄荷，苏梗啊。紧张是恐吗？紧张是恐，那就应该多吃些海鲜。我说的这个咸可不是我们吃盐啊，吃盐高血压了。你比如说多吃点什么海产品。有没有哪些方法能够代替除了吃东西之外，比如说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些穴位，能够让我们也能缓解这种紧张呀，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忧虑的时候，不吃甜食也能达到？因为毕竟过度吃甜食也不那么好嘛。这也很简单，我们先抵住了我们这个带脉这个位置。带脉在哪？很好找，带脉穴。我们做这动作，
你看那个肘直下和这个肚脐的这个平行线交界地儿就带。最痒的这个地方肯定。对对，拿这2个掌根啊，看这掌根推，按这平行线推，对吧？推到大横，推到天枢，推到神阙，又天枢，又大横，又带脉。这个手拿指腹抠住带脉了，抠住以后啊，又给它推过来了，这叫捋了，拉过来了，对吧？怎么感觉像弹吉他？真像弹吉他一样，来回。就这手累了，在这个手拉。这个需要别人的帮忙吧？我也觉得，我们感觉这个别人是不是请医生弄会更好？自己感觉使不上劲儿。如果你做不成的话，你是不熟练，躺着做，躺着放松了，你就拉得上了。所以这个会让整个情绪稍微稳定。你生气的时候，你试试。你等着啊！你等着。peace。这个关键在于平时啊，带孩子很容易脾气躁的。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让我来推一推。好。那它的症状我就简单的说，因为从它的症状上判断，我就感觉它其实是一个脾虚湿盛，可能是因为它是个痰湿体质，但是因为情绪的压力可以导致肝胃不和，肝气容易犯胃，然后影响到中焦气机。首先先说一下中午给他点的东西吧，我会给他，因为他比较想吃米饭，所以咱们可以吃杂粮饭，然后呢番茄牛腩，再配一个炒扁豆，对，然后我们可以再来一个蜂蜜大麦茶。然后我们接下来说我给你的一些建议啊，因为首先从你的食谱里来看，首先先说黑咖啡，黑咖啡它其实是一个帮助你头脑清醒的东西嘛，但中药里有一味药叫薄荷，也可以清理头目，并且针对于你这个肝气不畅啊，它也可以帮你疏肝解郁。薄荷，哎，缓解压力大。然后包括早餐里有橙汁，这个其实不可取的，因为橙汁它的糖量特别高。然后我看到你提拉米苏看到没吃啊，但是你晚上吃了无糖肉桂甜品，就是不管它有没有糖，只要这种精加工的东西，它都是对脾对胃不好，还是要吃一些比较自然的，对，要避免精加工。好，你的脾胃本来就不太好，所以像生菜、三文鱼，包括你平常还爱吃鱼虾，这种都是比较偏性凉的东西，其实不太适合你。我很建议你平常去吃一些热的东西。因为我刚才说了大麦茶嘛，其实大麦对于你来说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平常代茶饮，它性味比较偏凉，所以你可以给它炒一下，它的性味就会偏热了。它可以帮助你，比如说健脾，同时还可以平胀气，比如说你感觉腹胀啊，或者是吃完东西不消化呀，可以去喝这个。然后建议你早上呢可以喝小米粥，你要吃那些可以让你脾胃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的东西。情绪压力大了，像玫瑰、陈皮、茉莉也可以泡水喝。好。吃饭的时候呢，最好要细嚼慢咽。好，还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就是羊肉。好，羊肉、生姜、红枣这种东西，因为你不会有四肢发凉的吗？时间到。好，可以。好，可以。谢谢。没说完，我一会儿给你整理出来。好，谢谢。我感觉像个学生。你讲完了？我先。如果你还说，你再给。好的，我们已经听到了他给的清单，所以请问这边有人想要挑战吗？哇！两位同时想挑战，齐了。发起挑战了。哦。好，可以。阿姨的眼神突然充满了斗志。我听完他的汇报，就是他整个对他的病因病机的分析，还有判断，然后最后给他的诊断，然后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些更好的。就我很想给这个患者解释明白，觉得王涵的膳食他不是非常的切实的因人制宜的考虑到了小九他的工作强度以及他现实可操作的这种实施性。其实是没有想到两个人都会挑我的。对于小九的整个的一个饮食习惯来说，我已经做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状态了。他们两个愿意挑战我，那就可以大家碰一碰，没关系。
那我替他们问一下，那这种情况就是只能有一个人挑战成功吗？对，你们愿意？你们愿意？我愿意为了小九。即使有这么强劲的对手，就是他们俩挑战都发起了，但是只有一位能挑战成功。然后看看他们俩挑战方案会和王涵前面给到的有什么不同。蹲现场10点半开抢，半动感地带芒果卡，现场见！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先把脉啊。好，那边我看一下，看一下舌苔。好。就是我认为我可以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清单，就比如山楂玫瑰花茶也很适合他，因为我是考虑他有这种三高。他们那个血脂有没有人是异常的？有，高清晨异常。我血脂高，现在还高吗？高。山楂嘛，活血消脂，还有玫瑰花疏肝理气。然后第二个点，主食，他选的是杂粮饭。但是我相信他更喜欢喝汤粉类的。我都爱怎么办？我们都要。他其实会，比如越南河粉，类似这样子的，比较清淡，再加点一些香辛料，它也自带香甜，可以增加心脏化湿。然后第三个点还有就是你的水的问题，因为我平时要喝1.5到2.5升，就每一天都喝特别多的水。就是你的摄入会很多，但是你要想摄入很多，它脾是需要就是把它给消化吸收的运化，那运化不了，那它是不是会变成了凝滞？你就是喝水是不解渴的，所以还是脾虚，所以会痰湿是这么来的。我就这样，刚才喝了好多，所以只能喝啤酒啊。因为是脾是吧？喝啤酒。一般的脾湿一重不想喝水，他这个分析对，有一部分人啊脾湿重，脾湿重呢又想喝水，喝了不解渴，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有时中医它有的是两种一定要鉴别好，它是由于那个痰饮啊没有化成津液上承到我们咽喉。挑战是这一点。所以要考虑所有的饮食，你不能只看一个东西然后来做这个。所以他这挑战还是这一点非常好的，它是一个鉴别诊断找到的这个点很厉害。好，那你给出的方案是？首先，第一个就主食的话就是越南河粉。然后第二个主菜的话，就是南瓜烤鱼丁。为什么要加南瓜？因为你喜欢甜的嘛。就南瓜本来就是非常适合烤鱼的话，可以挤点柠檬汁。因为加上你是泰国人，然后你可能会比较喜欢吃这样，因为柠檬汁也是醒脾化湿嘛，也可以改善你的胃口。还可以玉米笋炒木耳，因为木耳非常好，性平味甘嘛，它就是我们的健脾滋养脾胃。可以化痰驱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饮品的话，山楂玫瑰茶。跳起来。松岩最后一个发言的时候，感觉这前面其实也分析的已经差不多到位了，他必须要给出一个新的切入自己的角度，对，要不然就是找到新的角度，要不然就给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不然的话他很难就是说再争取到新的亮点。对。我一定要给的是他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并且是区分不同的场景。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实施的难度更小，然后更容易让他坚持下来。老师，我是这样想，他现在不是现居于北京吗？北纬40度，东经110度，而我正好我也是处在这个区域之内活动的，所以对于他一个南方人到了这个北方，怎么去改善他的饮食结构的话，我相对的这个临床和生活经验要较为丰富一点。然后我昨天呢，对于小九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他这个血脂高，然后血压是一个临界值，另外他有这个头面部的水肿，特别爱吃甜食，并且他这个职业呢需要他长期出差。然后我非常认同他们两个这个脾虚、脾阳不能生清，还有这个肝郁，然后克犯脾土的这个结论。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不论述这个理论性的，我直接给他你的方案。因为我们药膳
汤剂是占了大半壁的江山。我选的是羊肉大麦生姜汤，然后配一个昨天给你的那个方案化浊3宝，就是山楂、荷叶和陈皮。哇，羊肉大麦生姜汤，好狠的名字，这感觉是补大火。我听上去我全身已经出汗了。我要是喝那个，我的肝也要火爆了都。你也确实肝火旺。那我问一下，性生活的这个部分是哪一个系统在管呢？肾，所以跟肝脾是又另外一个东西。肝和脾两个是同源的。什么叫同源啊？从五行上来讲，肝不是肝木吗？肾不是水吗？水生木，肾虚的人，肝它就什么？肯定不好，有的时候就不好。就是如果问这种问题，是医疗讨论没有不好意思，对，就是很旺，这个是应该怎么让它小一点呢？那就是滋阴，阳特别亢，你要用阴经来补，吃一些滋阴的东西。你比如说海参、中药的生地，一些石斛。然后我会给你分你日常和你工作出差要带什么。你日常的主食呢，你要吃薏米、红豆、小米，因为这个薏米可以利湿，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这个形象呈现在你的工作状态。但是你平时出差的话，你主食用这个燕麦，因为燕麦可以降脂。蔬菜的话，芹菜可以多吃一点，包括你芹菜可以出差带着，然后榨汁，它也可以辅助降压。木耳这种菌类的东西可以多摄入。早上喝粥可以喝一个玉里薏仁粥，玉里仁的话，它能够排水气。然后呢，我建议你加一点生姜，因为你的这个水肿在头面部，其实是有点风水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从外面接受到这个寒冷空气刺激，你需要有一些发汗的力量，把这个发出去。此外呢，我建议你喝一个我们叫四神汤，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我觉得小白那种就是我刚刚就这么说，一说那个北纬40度，我觉得它温冷。其次呢，就是但是并没有老师，我想给老师一个提示。就是我们昨天测了他的血脂，他的血脂并没有诊断为高血脂，它只是在于那个正常人的临界值范围内，不是我们那个高血脂的范围。好 ，OK。他们两个针对高血脂这个问题，我们之间是有歧义的。小九的血糖、血脂只是比平常人高一点点，需要健康监测，并且它是有遗传的家族病史的，所以它其实不至于非要控糖控脂到很严重的程度。我最后不是会要选吧？就是要你选，但不是你来决定。啊！吓死我了！那小九也听到了，面对我，你也听到了他们给你的方案了，那你都挺好的，我先走了。你心里有特别中意的，或者某其中的一个东西让你很中意，有吗？因为每一位都有不一样的重要的点。是，前面这句话可以省略，直接说。是吗？好为难呀。是吧？什么？我要干嘛？就是你听到他们3个的方案了，然后你觉得有没有你特别感兴趣的？可以一天用1位的方案。我们3天就用不同的，1天换一个方法。你想得美了。完了，老师如果有专业的方面的话，用你 Q 啊，用你 Q 老师。因为我肯定会有比较喜欢吃的，或者平时没有那么会主动去吃的东西，是，然后也是融入在3位的方案里边，所以现在我说实话就是大家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有让我
会有心动的点子。但是我对饮食这一个方面也不是专业的，还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老师的建议好了。你那些也是直接决定了，都很好，真的。没事，你好好的，没事。其实啊，我们中医讲的血脂好、高血压好，这是代谢功能的问题啊，大家都认为是从脾来，这是对的。健脾就可以祛湿嘛，健脾就可以利水嘛。我个人觉得啊，你说风水讲的是很正确，它这里用的是不火，所谓的风水是从表而出嘛。对。薄荷它就是一个行善的，对，它是可以的，薄荷茶比较适合的。我们看中医，一定从中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现代中医容易把西医和中医的概念混淆在一起，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说西医的检测是我们中医望诊的外延，对。现在我们有 CT， 有磁共振，有 X 线，我们还有检测单，是可以借着这种来判断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我们辩证太多的一些看法。你这个主食我没有弄明白，你要给他吃什么主食？肯定我们中国人吃饭，你不能只给他喝个汤。就是这个羊肉大麦生姜汤的话，它那个主要其实就像是那种汤饭一样，就是这个汤和饭一起吃。对，这种。中午的中餐还是要适当的配齐一点点。下面我来公布下结果。整体的观念我觉得都做得很好。所以您觉得这2位有挑战成功吗？2位啊，我是觉得。下午我们要进行实操考核，大家根据助力团的身体情况来一起制作一些药膳炖品。5点钟，大家带着各自的药膳炖品一起来参与晚上的考核。赶紧，糊了。它的火有点小，你小心手，那没有奶了。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指尖也动古房里的秘藏，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要像萦绕初心的形状，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不问路障，只问心之所向。青春远志也走当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解锁更多朝养生活秘籍。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发博讨论，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特别合作映客直播，